各位观众，大家好呀！在拳坛上，由于拳手们都是火爆脾气，赛前互相挑衅、大打出手的插曲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下面要说的就是这么一场比赛，由于王俊光远赴国外对阵葡萄牙选手贝纳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贝纳多未能顺利通过称重，因此王俊光认为对手不尊重这场比赛，更不尊重王俊光，两人在称重现场爆发了冲突，差点打了起来。他不尊重这场比赛，更不尊重我吧。他无视这场比赛，然后体重有点超，所以我心里就很愤怒。早上降的6位了。可随着对手未能通过称重的消息传来，使得王俊光的不满情绪最终爆发出来。尽管如此，作为本土选手的贝纳多依旧上了场。大家都知道，再厉害的选手面对超过自己级别的对手也是很难获胜的。时间来到比赛当天，赛前的怒意延伸到擂台上，王俊光开场便步步紧逼。由于对手的臂展比自己长了10多公分，因此王俊光的战术非常明确，直接切入中近距离，再以重拳进行狂风骤雨般的打击。看的比赛是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贝纳多门德斯，今年是19岁，身高1.68米，臂展呢是达到了1.73米啊，历史战绩29战20胜8负3次 KO，曾经拿到过 SK 的青年联赛的世界冠军。那可以说王俊光在身高和臂展上都是处在绝对的劣势的身高差不多，臂展是差了10公分，因为对手是这个身高和臂展的成反比。王俊光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把距离打进去，因为他是一个快攻高密度的选手，是相对来说，贝纳多门德斯也是现在想抢攻，想拿主场之力前后手，王俊光还一个前刺。我们看贝纳多门德斯站门户站得很准就趁着王俊光的攻防转换的一瞬间来进攻。我们看又开始了，这场比赛应该会非常好看，因为两位选手从现在看都是这种主攻型的而且都没有打算把这场比赛放到3回合。对，王俊光开始了，来了，王俊光找到机会就是一阵疯狂输出。对，王俊光现在的优势就在于他的打击密度特别的大，对，他的劣势就在于他的节奏变化太过于明显，要么就是没什么进攻，要么就是狂风暴雨般的进攻达佛前后手，这会儿门德斯还是防守的报价相对严密达佛做了一个拉这个动作如果严格判的话是有点带摔下嫌疑的。对门德斯的打击应该是比较稳定的节奏，基本上3-4下王俊光没准要不然不出进攻，这属于兴致来了，这个时间周期可能长，这个机会不好，对，机会不好可能就是要平静一会儿。是达佛左右进攻，不要站在绳角跟王俊光打千万不要站在绳角。是王俊光比较怕2种选手，一种就是防守报价特别稳定，反击的特别准确但是数量不高的选手另外一种就是比他密度还高的选手。对，在 GOH 的比赛里边，王俊光2种选手都碰到过。摆拳又开始了，连续不断的输出。这会儿门德斯在场上基本上是处于劣势了，想要反击低扫。门德斯其实可以，我觉得从门德斯的这个身体素质上，他可以抱稳了报价，找机会出重击这样的方式。是，因为王俊光虽然拳很快但是大部分是抡摆出来的多。对，就是他准确性会差一些。对。来到第2回合，王俊光继续执行前一局的战术，开场不久就将对手击倒，但由于贝纳多很快起身，裁判并没有进行读秒，迅速站起来，有点滑倒了。是。我觉得王俊光的这个组合拳已经开始有效果刚才的那个绝不仅仅是因为滑倒，双方2种因素都有。随后王俊光乘胜追击，连续3次击倒，彻底打服了这位超重的外国选手。最终裁判宣布王俊光 KO 对手获胜。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点个赞再走呗。空档去进攻他，又进入绳角边，
顶了一轮之后，门德斯呢又回到这个上一回合的状态了。因为王俊光对王俊光这会儿的节奏其实打得很好，是完全自己比较舒服的节奏。对，王俊光开始输出哦，连续的连续进攻，漂亮！哇，击倒哦，直接这一下可能这总算是击倒了，是5秒了，7秒，站起来8秒站起来了，好，继续上来，有一轮。你刚才这个拳，其实我们看很简单的组合，又一次击倒了，再来吗？裁判还在读秒，2次了，又一次站起来了，2次了，同一回合要被击倒3次就重新再冲上来就要停了，又击到绳脚，是连续不断的输出，哇，第3次了，这个应该是连续的3次，连续3次。这样的情况，王俊光是以这个狂风骤雨般的进攻、高密度进攻战胜了对手。王俊光这回合打得非常的漂亮，碾压了对手。虽然这个门德斯在第2回合上来之后呢，企图想要这个跟王俊光打对攻，然后呢做一些反击，但是呢还是被王俊光的强大的攻击力完全的击倒了。这个密度上的2个人是有绝对的差距的。是，我觉得贝纳多门德斯还小啊，19岁啊。我们觉得他还是有机会来完善自己的战斗风格。Ladies and gentlemen, winner by KO in the second round, the red corner, 1-1. The winners, red corner.